我们今天又开始新的一章啊，新的一节加美边境啊。今天主要是讲加美边境啊，俄拉冈条约划定加美边境线，加拿大跟美国的边境线啊。那很多人问为什么呢？一般的国家的边境线都是弯弯曲曲的，怎么加拿大的边境线是一条直线呢？跟美国的边境线是一条直线啊。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的边境线都是弯弯曲曲的，但是，凡是直线的边境线呢，就是由于谈判谈出来的啊，就不是说自然村形成啊，不是你当年有多少个人住在那个地方，有多少个人住在那个地方，慢慢自然形成这样啊，不是通过这个是谈判。那些地方呢，基本上当年都是蛮荒之地啊，就没有外来人，都是原住民啊，都没有边境线的。其实我们跟美国呢本来是没有的，都是属于叫共管地区啊，共管地区。后来呢，为了搞一条边境线出来，就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啊，这个叫俄拉冈条约啊，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协议。有了这个协议以后呢，就把加拿大跟美国的边界画在这个北纬的49度线啊，49度啊。其实这个49度线呢是不容易达成的，这个协议是非常困难达成的啊，因为当时呢，美国要求呢，加拿大跟美国的边境线是北纬的54度40分啊，北纬的54度就阿拉斯加那里了啊，快到阿拉斯加了，已经到了阿拉斯加了，纬度54度4分到阿拉斯加。那但是英国人不干啊，英国人说呢，我们的边境线呢应该在南面啊，南面就哥伦比亚河以南的那个地方啊，就是42度线啊，就是这边就是美国啊，这边是英国的啊，那边的西班牙人的啊，就是美国今天的美国加州了啊，叫 California。美国加州当年呢，加利福尼亚州呢，属于西班牙的，属于墨西哥的地盘，属于西班牙人的地盘啊，应该我们的边境线应该是42度啊，跟你美国呢没什么关系。结果美国人呢就打败了西班牙人啊，打败西班牙人以后呢，但是开战之前呢，他就跟加拿大人呢就谈成功了这条边境线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叫俄拉冈条约，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它具体是有一些这个谈判过程是怎么样呢？让我们听听水哥是怎么讲。洛基山史记，作者介东，出版发行加拿大华人历史研究学会。第1章，新域探索。第8节，俄纳冈条约划定加美边境线。1793年，亚历山大麦肯齐开辟了落基山脉以西，直到太平洋的皮毛贸易区。1805年，西门菲沙开辟了菲沙河上游，以新卡里多尼亚为中心的皮毛贸易区。1811年，大卫汤姆逊开辟哥伦比亚河下游，以温哥华堡为中心的皮毛贸易区。1805年，美国杰斐逊总统派出了由刘易斯和克拉克率领的远征队，进行陆路探索。他们到达了哥伦比亚河，这个地区就是美国称为俄纳冈地区，英国称之为哥伦比亚地区和新卡里多尼亚地区。其地理位置就是北纬42度以北和北纬54度40以南，落基山脉以西直到太平洋。英国的哈德逊湾公司一直控制着这个地区的皮毛贸易。那时，美国东部通往俄纳冈地区的道路畅通，去往俄纳冈地区做皮毛贸易生意的美国人也是迅速增多，但在那里定居的人口为数不多，且活动范围也有局限。18世纪中以来，英、美、俄、西班牙4国都对这个地域广袤、人烟稀少、资源丰富的地区提出主权申索。各国根据其早期探险家探索发现来要求这一地区的领土主权。1818年，伦敦公约规定，美国与英国共同管理俄纳冈、哥伦比亚地区10年，两个国家保留各自的领土要求，保证自由航行。1819年，
美国和西班牙签署亚当斯奥尼斯条约，西班牙放弃了北纬42度以北的领土要求。1825年，俄罗斯与英国签订了圣彼得堡条约，俄罗斯放弃北纬54度40以南的领土要求。1831年，美国开始兴起西进运动，创建了美国促进殖民俄纳冈领地协会，宣扬那个地区气候温和宜人，树木参天，土地肥沃，开拓者可以获得免费土地，同时也是使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的大好机会。宗教传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用，于是马上出现了传教热，并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时期。在这些宣传攻势下，第一次大规模移民于1842年开始，1843年大规模移民高潮更是达到了顶点。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多，美国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实力强大，更坚定的要同英国争夺俄纳冈地区的主权。英美两国的实力对抗愈演愈烈，矛盾也日益尖锐。在184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詹姆斯·波尔特高叫54-40或者打仗等口号，要把英美边境线划定在北纬54度40线上。英国则要求把边境线划定在北纬42度线上。两国战争一触即发。1846年4月，美墨战争爆发，转移了美国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美国政府为了避免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与军事实力强大的英国进行第三次战争，从而面临南北两面夹击的局面，于是想与英国尽快解决边界线问题，以集中精力对付南面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英国马上抓住机遇，与美国在华盛顿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俄纳冈条约于1846年6月15日签署，结束了美国与英国对俄纳冈、哥伦比亚地区的共同占领。俄纳冈条约将英美两国的北美边界划分在北纬49度线，直至胡德夫卡海峡的主要航道，温哥华岛除外。温哥华岛与所有沿海岛屿全部由英国保留。北纬49度以南的海峡和海峡航道，航向双方自由开放。哈德逊湾公司在哥伦比亚河以北以及新界以南的财产权由美国赔偿交还，并承认哈德逊湾公司拥有这些财产的所属权。俄纳冈条约由于海上边界线的措辞含糊不清，这条边界线是胡德夫卡海峡和公海的最深航道，没有明确注明具体位置，导致了驻战。这个条约还将华盛顿州罗伯茨点放在边界错误的一边。罗伯茨点是从加拿大向南突出北纬49度线，进入美国边界的一个半岛。按照协议，该地区作为北纬49度线以南的土地，属美国。由于从美国没有陆路通道进入该地区，因此称为美国的一个独立碎片。1848年8月15日，俄纳冈、哥伦比亚地区的美国部分组建为俄纳冈州。1849年，该地区的加拿大部分成立温哥华岛殖民地。1853年，美国部分再划分出华盛顿州。1858年，加拿大部分成立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1866年，温哥华岛的殖民地与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合并，称为不列颠哥伦比亚殖民地。187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加拿大联邦政府，成为了加拿大的第6个省。借中评论，大国博弈之进是退，对美国来说无疑是上策。英国能够沉着应对，抓住机遇，适时解决边境纠纷问题，也能体现出其高超的智慧。双方争议的部分是北纬54度40至北纬42度，中间平均线即北纬48度20。考虑到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在中间平均线以南，英国为了占领整个温哥华岛，最后妥协，将边境线向北平移，划在北纬49度线上，这也体现它的公平合理性。海峡航道自由航行，更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利用达至双赢的最佳方案，真不愧为国家之间解决边境纷争的典范。
好了，我们听完这个水哥讲的这个俄拉冈条约，我们大概也知道这个俄拉冈条约是怎么签订的啊。这当中呢是确实呢是有很多这个惊涛骇浪啊，艰险，也是很多智慧啊，也是要抓住这个机遇啊。这个边境线画了以后，虽然呢是表面上来说呢还是算是比较公平，但是也有很多加拿大人认为呢加拿大是吃亏的啊，因为呢就是好像说是当时按照实际的控制线来说呢，加拿大人呢是损失了大概是14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啊，但是呢怎么说都好，通过谈判来解决这种边境争端呢，是起码是可以避免了那个战争，避免了生灵涂炭啊。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是损失了一点土地，但是呢得回来的一条边境线呢，让我们跟加拿大跟美国这两个国家呢保持了200多年的这个边境线的和平，所以让我们这个温哥华这个 BC 省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祥和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呢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这个边境线这个条约呢，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想讲一讲呢，这个49度线是这个因为它要保住整个温哥华岛。因为当时的温哥华岛呢，上面有一个叫维多利亚这个城市，这个维多利亚这个城市呢，已经是当时我们 BC 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也是当时这个温哥华岛上面的一个最大的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反正整个 BC 省的人口是最集中就在这个维多利亚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哈森杯公司因为哈森杯公司的皮草贸易驿站叫 Fort Victoria， 这个驿站呢，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只有他那里呢，有这个欧洲人，其他地方呢没有欧洲人，所以呢，他就要保住这个城市，所以呢，故意那个边境线呢往南走往南走。其实那个边境线应该如果真正画在整个是49度线呢。今天要划到什么地方呢？划到一个叫 Chemnitz 苏美尼市那个城市那里呢，是今天呢有一个点呢，他说这个是49度线这个经过的这一点，等于这个岛呢就是要上去大概那个地方呢，大概从维多利亚往北呢，所以这个岛呢其实有一部分呢是在49度线以南但是到了陆地方面呢，就严格按照这个49度线。所以呢，就在头瓦省那个地方呢，就划出了一块飞地，那块地呢叫 Port Norbert， 那个 Port Norbert 呢只有4个平方公里，很小温哥华的人呢，如果你要去海边的露营地呢，最近的就是那个 Port Norbert 那个露营地了，从列治文开车过去大概是20分钟你就可以到了。我们温哥华是在海边呢，但是呢，海边的露营地呢，只有那一个是最近的。如果你要到别的露营地，靠海的露营地呢，你要过温哥华岛那边在拉莱姆或者是在Tofino那边才有或者是这边呢去那个 Sunshine Coast 去往北那边才会有这些靠海边的露营地。最近的就是那个 Port Norbert 那个露营地大家有机会可以开车过去玩一下也很不错景色也非常，因为它海边嘛，海边的露营开 party 拉个吉他点篝火是很不错。我以前呢也有去过也以前小孩子小的时候呢，也带小孩子去过那个露营地住过一个晚上很不错体验非常好。好了，那我们明天再讲了。